大家好，我今天又坐在这里。刚才我想做节目，然后呢，旁边这两三个人就坐在我旁边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们走，那就让他们进入我的镜头吧，这应该没关系吧？我们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，那就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的13岁那个中学生，7年级的啊，他被3个同班同学残忍杀害了。获知这个消息之后，真的感到特别难过啊！因为从网上披露的这些消息来看啊，他们那么小12、3岁、13、14岁的孩子，杀害那个同班同学，手段非常的残忍啊！他们是农村的留守儿童，然后呢，被杀害的这个王子耀，他还是离异的父母。跟着父亲判给了父亲，母亲可能改嫁了吧。然后呢，父亲在外打工。另外那3个同学呢，也是留守儿童，都是分别跟着爷爷奶奶住。所以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中国的社会问题。过去其实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悲剧，不过呢这次因为他的手段特别残忍，所以呢在全国啊。就是民愤特别大，网上呢讨论特别的激烈。关于中国刑法量刑的问题，我发现呢，在网上有些人他们的信息呢没有更新。其实呀，中国这量刑啊，14岁已经下调了，下调到12岁，也就是呢12岁到14岁之间也要负刑法责任。假如中国最高检察院核准的话，那么就有那个刑事责任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其实我也认为啊，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由于接触的东西比较多，整个社会呢比较多元、比较开放，所以呢，孩子其实呢从小已经获得了很多各方面的那个信息，所以呢，其实孩子们的心理成熟要比如说40年前、50年前要提前。所以我觉得从14岁下调到12岁是完全正确的，而且我认为啊，12岁还有点，我觉得还有点不够。我认为呢还可以往下调。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是不是有点激进。其实啊，在全世界，比如说像美国，有30几个州，它是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。所以在过去我们看见有一些刑事责任啊，有的比如说7、8岁的小孩也被抓起来判刑。在美国这是发生的啊，那在我们国家可能是普通法系还是什么大陆法，我不知道啊。反正就是相对来说，中国的刑法，我觉得对这个未成年、这个青少年的保护呢，我认为有点宽松了啊。这是我自己本人的观点，也许呢有很多网友不同意。这3位同学疏于管教，因为他们是留守儿童，那就说明他们的父母。应该可能是进城去务工了，他们呢都是农村的孩子，所以呢，这在中国过去几十年，由于改革开放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阶段吧。就是因为城乡的差别，工作机会在城里更多，挣钱在城里也更多，所以呢，过去这几十年，其实呢，在农村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，就是留守儿童。而不是今天2024年才出现的问题，只不过呢，以前的可能像这种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残忍这种案件呢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这次那么残忍，所以呢，整个社会的反响没有那么大。加上呢，现在网络呢要比以前发达多了，所以呢，这种案件能够很快的形成一种在社会呢讨论风潮，所以让全世界都参与讨论。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，也让司法界，也让政府呢引起重视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今天看了德语媒体也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呢已经传到了国外，形成了一种国际事件。我看到我们科隆当地的一家日报给予了报道，它的没有带任何的倾向，我觉得这点比较好，就是就事论事，把整个事情呢把它说了一遍，还原了一遍。没有那个增加其他那种评论，我觉得这点算不错的。就是说呢，这是一个13岁的男孩被他的3个同班同学残忍杀害了，然后埋在阳光棚的菜园里面。
后来他爷爷奶奶到点呢，没有发现他回家，然后就报警。报警之后呢，就把3个嫌疑人把他抓住。这个13岁的孩子呢，是被这个嫌疑人杀害的，就埋在离其中一个嫌疑人不远的，好像德语新闻我看说是10米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看中文媒体说是离其中一个嫌疑人他家100米的地方。这个10米和100米大家就相差很大了。不过呢，这并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就是被杀害这个过程非常的残忍，然后呢被埋在这个大棚里面，这德语也报道了，就这么一回事情。那3个孩子供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个王子耀他的尸体挖出来，有的媒体说他的肺里面全是泥，那个坑大概是1米长60米宽，多深不知道，这中文没有报道。但是呢，我又看了那个推特，也就是 X 那个平台，上面呢也有中文的那个新闻吧，也就是自媒体的。然后我看了下面的那个评论，那个推文也说了啊，说这个坑呢，这个埋尸体这个坑有2米长，什么1米宽。然后呢，下面有的带风向啊，那些评论说3个小孩怎么能挖那么深、那么宽一个那个坑呢？绝对是有成人帮忙的，而且是有预谋的。等等等等，然后呢，阴谋论就出来了。有的带风向的在推特上，也就是 X 这个平台上啊，有的那个带风向的评论说，这就是体制的问题。你看，我发现啊，就是外面的中文的新闻啊，或者是自媒体，有很多就是有意无意把一种非常正常的，比如说刑事案件，像这个王子耀被杀，对吧？属于刑事案件，然后呢就扯到体制上面。就是说是中国的体制才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就是所谓的城乡2元制。所以呢，这又是体制的问题了啊！就是城市和农民权利不一样，所以导致了农民进城务工，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悲剧。这有点牵强，我觉得哈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体制，就才出现了这种，比如说在学校这种霸凌啊，然后出现这种刑事案件呢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心目中的外国就没有这样的事件呢。所以呢，我就从我在德国以及在美国了解的情况，我来说说啊，国外这校园的霸凌是怎么样的。既然按刚才那个中文那些评论的人带风向人说，就是因为中国体制的问题，所以才出现这种悲剧。潜意识就是，比如说西方国家，像德国呀、美国啊，就没有这样的霸凌，没有这样的悲剧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，像这样的悲剧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都会出现。朋友们，大家不要误解我啊，我绝对不是帮，比如说这个邯郸这个学校开脱，帮这3个凶手开脱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就想说啊，像这种霸凌的事件，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。比如说在德国，这个也非常的严重，有多严重呢？就是纯种德国人他们的孩子啊，到学校上学的时候，被难民的他们的小孩霸凌，在学校里面啊，就德国的小孩，因为家教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好一点吧，就是他们的父母，这点我并不是说帮德国家庭说话呀，确实是这样啊。因为呢，在来德国的很多难民，他们有很大一部分，他们的父母呢是文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父母不识字，连写自己的名字都不会，跑来德国，那他们的孩子。你想想看，又是另外一个宗教，那他们孩子他们的家教就可想而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学校，这些难民的移民的孩子，他们是拉帮结派的。那德国的孩子，在他们传统的德国家庭出来的，遵纪守法的现象可能就比较好一些。所以呢，这些德国人的孩子，他们相对就比较乖巧，那么在学校就变成了霸凌的对象。又加上可能相对来说，这些移民背景的孩子，他们的成绩啊没有那么好，逃课的现象，或者上课随便说话、吵事这种现象比较普遍，可能不会得到老师那么多的赏识。那么在学校，他们觉得就上学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逃学呀，或者旷课呀，等等等等，反正捣乱，看着同班同学学习好的。或者呢比较腼腆的，或者呢比如说有些男孩子举止有些女性化的，等等等等，就变成了被霸凌的对象。
这在德国非常的普遍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就是截图吧，有2、3家德语媒体就报道了这种霸凌的现象，甚至呢，比如说南德意志报说啊，现在在德国的小学，有些小学生就像捕食者。捕食者是什么？大家看看动物世界就知道，就是像狮子啊、老虎啊，这种食肉动物，动物界的之王，他们是捕食小动物，非常的残忍，对吧？所以德语媒体用这种标题来形容德国这种小学、初中，甚至高中这种霸凌的现象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。不仅有男孩子霸凌，有女孩子被霸凌的啊。美国也一样啊，对吧？我记得应该是前1、2年吧，我看见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，就是呢有一个小学生，一个小男孩，被他们学校的人霸凌了，也是小学生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孩呢特别的沮丧，反映回去呢给他们家长。这个小孩不错啊，还反映给家长听。然后呢，这个家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在网上求助。网上求助呢，就有一个你们知道吧？就是老外有些人非常喜欢骑那种哈雷那个摩托，对吧？那种很酷的摩托。他们有个摩托车呢协会，知道了之后呢，就跟这个小孩的家长联系说：不用担心，哪天，我们呢到你们校园去，开着我们的车去接你的儿子。那个小孩呢，一放学之后，看见一大堆的那个看不到尾的那个哈利那些摩托车，那些司机来欢迎他，然后呢带着他大摇大摆的在校园的附近呢兜了一圈，当着那个霸凌那些男孩的面啊，所以一下子那些霸凌的那些男孩就一下子就没脾气了，怕了啊。从此之后，这小男孩呢就在校园里面再也没有人敢霸凌他了。刚才说了，国外有这样的现象啊，而且不是个案。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中国邯郸这所学校，我相信呢，现在中国这种小学、初中这种霸凌的现象肯定也比较普遍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觉得特别是乡下的普通的小学、中学这种现象比较普遍，因为相对来说生源可能我不喜欢用那个词，但是也不得不用。生源的质量可能差一些，因为呢，教育资源不向他们倾斜啊，没办法，对吧？今天啊，在我们中国，特别是在边远地区，这个学校，由于师资的原因，由于生源的原因，可能这种霸凌的现象比较普遍。相对来说，城市的，特别是重点小学啊、初中、高中，可能这种霸凌现象相对来说比较少。我原来在出国之前，我也当过一段时间老师，所以呢，我对这种现象呢比较有切身的体会。我觉得霸凌啊，各方面因素导致一种社会现象。比如说，这留守儿童为什么会出现留守儿童呢？就因为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到这个阶段，因为呢，在农村，农产品不值钱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人如果是一辈子在农村种地，可能一辈子穷下去。但是呢，出于无奈，所以呢，他们到城里务工，因为在城里打工的机会比较多，而且呢，在城里的那个收入也比较高。比如说一个月你出去打工，可能有4000块、5000块钱，而如果在农村种地，可能一年到头，如果价钱不好的话，可能一年到头就是4、5千块钱，全家的那个剩下的除了投资之外，不赔本就可能只剩下4、5千块钱了，还不如出去干1个月打工，对吧？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农村很多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个现象。那怎么办？有小孩呀，有小孩你进城打工就不能照顾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小孩呢丢给自己的父母，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，或者孩子的外公外婆、孩子的姥姥姥爷等等等等，帮他们带小孩。然后呢，父母啊就进城务工去了，一年可能只见到1次，平时呢只能电话呀，可能现在呢微信可以呢这个视频语音了，以前可能就电话，而且20年前可能就是一个普通那种手机，打电话也比较贵，所以以前呢可能通信要比现在更少。
那孩子远离父母，疏于管理。同时呢，如果是爷爷奶奶的话，他们那代人的认知和这一代他们父母的认知，也就是孩子的父母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上一代人，也就爷爷奶奶那代人啊，他们教育孩子就是给他吃饱穿暖，就是已经最高的要求了，对吧？然后就完了，对吧？辅导作业也不会。所以呢，这一代人啊，或者过去这10-20年啊，中国这留守儿童其实呢，出现了很多很多这种失学的，或者呢教育不到位的这种现象。另外一个，在农村，我想说说啊，大家关注的可能是男孩这种失学的或者是犯罪的问题。其实呢，据我所知啊，女孩子受害的也挺多的。在农村，这个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个老人，特别是男的，可能有的是60岁左右、70岁，他们还有那个性的需求。然后呢，他们对一些在农村的留守的女孩下手，这绝对发生过，不是我自己耸人听闻说出来的啊。就是说，有的女孩可能几岁，或者11、2岁，或者13、14岁，就被呢那些情惯易受的那些老人，农村的老人，或者在城里面那种什么城中村的那些老人，被他们强奸了，或者收买了，因为孩子不懂事啊，对吧？然后就怀孕了，这是悲剧啊。另外，对这种留守儿童的现象啊，我想还说说我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与整个中国社会这物质化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我身边的在我们村有留守儿童，但是呢，也有父母呢坚决不出去打工的，或者呢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家，另外一个人出去打工。像这种现象，我就觉得比较好，就是说父母呢知道有自己的责任，自己生的，那么自己的孩子要自己来养。就像我一个堂弟就是这样，他就让他的老婆，也就是我的堂嫂，出去打工，然后呢他自己在家负责接送他的孩子，负责教育。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啊。他的2个孩子，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成功的。反正呢，遵纪守法，很老实。这样我觉得，一个是你尽到了父母的责任，另外呢，让孩子真正的成才，对吧？这个成才不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，对吧？他能够遵纪守法，念完书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考上清华北大，对不对？他的世界观正常，3观正常就好了，就算一个真正的，我觉得成功的父母了。如果是为了钱，孩子的父母都出去打工，然后呢，现在孩子成了这样，你再多的钱100万、200万有用吗？没用，对不对？成了一个废人，成了一个罪人，对社会一点都没用，反而是对社会有害。你说，你出去打工赚来的钱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，就是钱并不是一切。如果是我在农村生活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也许我也会像他们普通的那个农民工一样，都进城打工去了，然后丢下我的孩子在家跟着我的父母，也有这样的可能。但是我从今天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我是农民，我有自己的孩子，我坚决肯定要自己的孩子自己带，就是把我自己的世界观传递给我的孩子，让他做一个真正的正能量的人。只要自己的经济呢可以支撑下去，辛苦一点，我认为呢没有关系。孩子跟父母在一起，肯定孩子会更加幸福。你出去打工，你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、2000块钱，他有钱啊，但是呢缺少父爱母爱，他能幸福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父母这个意识呢，是影响孩子的。还有一些他没有留守啊，但是有的父母他以为用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，比如说做生意的父母，对吧？他就顾着赚钱了，每个月10万块钱不够，我想赚20万，所以呢，从早到晚，从来没有1分钟跟自己的孩子交流，然后呢，到时用钱来打发啊，给你钱，你去买什么什么吧。到头来，这个孩子也是废人了。另外呢，还有孩子的父母的世界观不正常的，有这样的现象。比如说，
你的孩子啊，在学校犯了错，不从自身找原因，然后呢，还怪罪人家的孩子，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大打出手。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看到你自己的父母都这么没有底线，那孩子呀会捡样子的。我自己当过老师，我就知道啊，我以前也去家访过，跟他们父母谈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一般有问题的孩子，他的父母绝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有的是当官的，可能不可一世的，有的做一点小生意，疏于管教，没有时间，世界观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在这样耳濡目睹的情况下，成年累月就给孩子的世界观造成了偏差。所以啊，父母绝对是孩子一面镜子，首先是家教，然后呢才是学校。我觉得邯郸这个王子耀被同学残忍杀害，绝对有学校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一个孩子被霸凌，没有被学校发现，没有被班主任，没有被老师，没有被校长发现呢？那绝对是学校的疏忽了，这肯定是有苗头的啊，对吧？如果孩子被受到霸凌，那肯定有厌学的现象，比如说那个孩子啊，突然他的成绩下降了，他的脾气突然暴躁了，这点难道作为班主任、作为老师不应该发现苗头吗？班主任可能没有发动，比如说学生干部向老师反映情况，像这种同学之间肯定知道这霸凌。比如说这个王子耀，听说呢就被关进，比如说那个厕所里面，在里面被打、被提。我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就感到特别的气愤，特别难受啊！那么无辜的孩子被霸凌，老师如果是真正的没有疏于管教，绝对是可以发现苗头的。那这绝对是学校的失职。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学校绝对要负民事责任，虽然没有刑事责任，因为中国的刑法呢是没有株连九族的，也就是说，父母啊还有学校老师没有连坐这种现象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民事的赔偿，学校应该是要做。刚才我说了，一个是父母有很大的原因，对吧？我认为是最大的原因是父母的失职。然后呢，学校的原因。关于这王子耀，我还刚才说了一点，那就是他的父母是离异的，判给了父亲，父亲出去外出打工去了，把孩子丢给他自己的爷爷奶奶，对吧？然后他的母亲改嫁了，可能平时呢也不好管教自己的孩子了，因为判给了父亲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又缺少了父母的爱，一个不完整的家庭，这也是一个原因，我认为。所以只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孩子被霸凌，然后呢被残忍杀害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啊。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还有社会的原因，这三个因素啊，就是相辅相成的啊。这个社会原因，就是现在，比如说网上的资讯太多了，然后我认为啊，父母可能就是帮孩子买了一只手机，买了一只手机之后，比如说这三个霸凌的孩子吧。他们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那个暴力的视频，对不对？他们有样学样啊，因为这时候这孩子的那个分辨力还不那么强，不知道像这种暴力是不好的，这种残忍的，他们可能认为很酷。你看，他们杀害了王子耀，第二天还正常去上学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。刚才说到孩子的父母的家教，我还想补充一点。那些凶手那三个家长，我听说啊，在网上的信息啊，没有一个他们的父母向受害者的家庭，也就是受害者那个父亲、母亲道歉的，没有一个。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他杀害了同学，或者对同学做了不好的事情之后，我作为父母，我绝对会亲自登门到受害者的家庭道歉，请求饶恕，对吧？这是最基本的，我觉得啊。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中国的家长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一栋楼里面，一个有几层楼的那个居民楼，一个7岁的小孩，他从他的楼往下泼那个墨水，然后呢，把楼下几家人的阳台呀，还有阳台上晒的衣服啊，可能都弄脏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孩7岁小孩的母亲
亲自带着他的小孩到楼下的邻居每家亲自登门道歉，跟着孩子一起把那个弄脏的那个阳台呀，把它打扫干净，要跟孩子一起呀。也就是说，孩子也不得不一起做。然后呢，把那个弄脏的衣服，孩子的母亲把它拿过来，和孩子一起洗，把衣服也洗了，言传身教。7岁的孩子可能不懂，他捣乱，对吧？因为他的智商或者他那个还没有成长到那个阶段，他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。所以呢，孩子的父母，也就是说这里的母亲，他这样做，让孩子看到，你看你泼墨水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造成的伤害，然后呢，你要付出的劳动有多少来挽回这个损失？我觉得这样言传身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相信啊，经过这事情之后，我们知道每个人在一生当中肯定会出现会犯错，对吧？那改进错误，如何去改正？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智慧的问题。这样这位母亲就做得非常的好啊，对吧？我相信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，绝对今后会成才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刚才呢跟大家唠嗑了这个中国河北省邯郸市这个13岁的小孩王子耀被同班同学3个残忍杀害这件事情，我就唠嗑了一下，分析了这个被杀害的原因，然后呢，是不是光是中国才有？其实呢，国外照样有，而且也非常的严重。好好的反思一下，我们自己呢，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哪些？最后我想补充一点，就是平时作为家长啊，也要看见一些苗头，比如说你的孩子突然厌学了，不想上学了，或者以各种借口啊，今天问你要钱，明天又问你要钱，这又是一个苗头。可能呢被他的同学霸凌之后，他要上缴所谓的保护费，对吧？通过微信转给他同学，或者打赏等等等等。像这个王子耀，听说啊，在被杀害之前还转了191块钱到他同学的那个账号上，就是他同学用这个王子耀的手机来转的，然后呢就手机关机了。另外一个，你看看你的孩子平时穿的衣服是不是容易脏？放学回家之后容易脏，可能也是一个迹象。另外呢，是不是经常有某个地方有伤口，也是个迹象，对吧？或者他的成绩突然下降很多了。另外呢，脾气很暴躁，在家经常呢可能闷闷不乐，很忧郁，这些呢都是可能被霸凌的迹象。所以各种方面啊，作为父母呢，你不是给他吃好穿好就好了，还要仔细观察他的身心的成长，这一点我认为呢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希望今后这样的悲剧尽量能够避免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